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很悲伤的故事，美洲野牛被屠杀的历史。其实这一篇老视频但因为字幕版权原因，我给它删除了。最近买了一瓶这个野牛漫步，喝的时候想起它来。今天咱来重置一下美洲野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吧？它是一种分布于北美洲的大型偶蹄目动物，对于美洲大陆的生态来说，它是至关重要呀。美洲野牛有两个亚种，分别是森林野牛和平原野牛。平原亚种族群成规模的食草和践踏对于塑造广袤的北美大平原，就像周期性的草原大火一样，是相当关键这间接的塑造了当地的大平原生态系统，对大量生物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对于美洲原住民来说也是如此呀。那些生活在大平原的原住民一般以种植玉米为生，而野牛正是他们宝贵的第二食物来源。然而原住民的捕食是规律且有限的，所以并不能对野牛种群数量造成影响。在18世纪，北美大陆上生活着超过6000万头美洲野牛。直到19世纪，美洲野牛的灾难来临了。欧洲殖民者们为了获得野牛的皮和舌头，而对野牛们实施了大规模的猎杀。野牛是一种群居动物，当牛群中的一头野牛被杀死时，它的群体成员会围绕在它周围，这使猎人往往能用很短的时间便能杀死一整个野牛群。1889年的一本杂志《Overland》上有一篇关于美洲野牛的观察文章，文章中写道30年前，这片大陆上存在着数量极多的巨大动物，它们成群结队的漫游而未受到干扰。在过去的20年里或更长时间里，每个季节都有成千上万的野牛被白人猎人和游客无情的可耻的杀害，仅仅是为了他们的长袍，纯粹是为了肆意的狩猎。野牛们巨大的尸体被留在地上溃烂腐败，它们白色的骨头散布在沙漠和荒凉的平原上。我想一说到欧洲殖民者屠杀美洲野牛，大家可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美洲原住民受到的迫害。事实上，二者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19世纪，美国陆军批准并积极支持大规模屠杀野牛群，美国联邦政府更是大力促进狩猎野牛，主要是为了在冲突时期通过消除原住民的主要食物来源，从而迫使他们进入印第安保留地。没有了野牛，平原上的原住民常常被迫离开土地或饿死。对于当时的欧洲殖民者来说，对野牛的规模性屠杀是一种有效的控制原住民数量以及划定其居住地的手段。除此之外，在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案颁布后，欧洲殖民者的人口数量大幅度增长。随着铁路的扩建，军队和物资能够更有效地运输到平原地区。一些铁路公司甚至雇佣猎人猎杀野牛来养活工人，而大量的野牛群会造成铁轨损坏，所以铁路行业的相关人员希望彻底消灭所有美洲野牛。这次大规模屠杀野牛对美洲原住民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有些人饿死在了自己的家园，有些人被迫进入了所谓的印第安人保留地，还有一些部落比如科曼奇人参与了这场对野牛的屠杀。他们不再为了食物而有限的猎杀野牛，而是有多少杀多少，然后将死去的野牛带给欧洲商人们来获得报酬，成为了最早的美国带路党，堪称是美洲吴三桂，北美洪承畴在这样大规模的屠杀之后，19世纪末的美洲野牛数量从世纪初的6000万头锐减到了几百头。这样的大屠杀同时还损害了大平原地区的生态健康。自屠杀野牛以来，平原地区已经失去了近1/3的优质表层土，草原面积减少到了原先的0.1%，水资源也在以极快的速度流失。但也并非所有美国人都如此冷漠对野牛的灭绝视而不见。美国动物学家威廉霍纳迪于1905年在西奥多罗斯福的支持下成立了美国野牛协会，目标是建立野牛保护区，来帮助美洲野牛恢复种群。协会一边筹集资金与种源，一边积极游说国会来推动保护政策落地。1907年，协会将纽约动物园捐赠的15头美洲野牛转运至俄克拉荷马州维奇托山野生动物保护区，开启了官方繁育计划。1908年，在协会推动下，美国野牛保护区法案通过了，蒙大拿州国家野牛保护区正式成立。最开始投放了34头野牛，为种群恢复奠定了基础。罗斯福总统将野牛保护纳入自然资源保护议程，先后推动多个保护区建立，强化雷斯法案的执法力度，禁止非法猎杀与跨州运输，构建起了早期保护框架。保护区体系的逐步完善，为野牛提供了安全的栖息与繁育空间。1907年到1912年间，美国先后建立维奇托山国家野牛保护区等6个核心保护区，形成了覆盖多州的保育网络。这些保护区采用封闭繁育模式，严格防控偷猎，通过轮牧、杂草防
控维护草原栖息地，建立了疫苗接种体系，预防牛病传播，确保种群健康。其中黄石公园作为美洲野牛最后的野生栖息地之一，1902年仅存23头。通过人工繁育与科学管理，到1954年，种群数量已经增加到了大约1300头，成为野牛种群恢复的标杆。到了2023年，美洲野牛总数已经达到了50万余头，其中约2万头生活在公共土地与原住民保留区，分布范围扩展到了10余州。2016年，美洲野牛被定为了美国国家哺乳动物，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这场跨越100年的保护行动，不仅拯救了一个物种，更是为全球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关于美洲野牛被大规模猎杀这方面的介绍，暂时告一段落。感谢大家观看，大家喜欢蛙兄点个3连关注，我是戴红，我们下期再见。今天又是普通的一天，加油吧大家！